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解锁抑郁症，探索抑郁症的原理与康复。抑郁症，一种普遍的心理问题，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的数据显示，全球约5%的成年人患有抑郁症，也就是约4.3亿。这个数字不断在增长，而且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。可以想象一下，每20个人中间就有1个人正在经受抑郁症的困扰。今年7月，备受大众喜爱的歌手李玟因抑郁症离世，这一悲伤的消息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抑郁症的重视。然而，抑郁症的研究却一直充满谜团，很多资料都无法解释清楚抑郁症在人体当中经过哪些过程，具体有哪些细节。通过亲自体验、直接观察、不断实证的研究方式，我们打开心理黑匣子，看到这个真实发生的过程，并将这个过程进行描述。今天所讲内容分为3个部分。首先，抑郁症是如何开始悄然形成的。很多研究对抑郁症的观察都是从发病之后才开始介入的。我们从普通人的心理状态中寻找蛛丝马迹，然后揭示抑郁症的原理，最后给出了抑郁症的预防和治疗方案。首先，抑郁症是如何悄然开始发生的？很多研究对抑郁症的观察都是从发病之后才开始介入。然而，发病也就意味着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，进入到成熟状态。因此，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会从普通人的心理状态中开始寻找蛛丝马迹。在健康心理模型探索研究报告这期视频当中，我们指出，普通人群体长期处于平淡稳定的心理状态。然而，最大的问题是经常出现注意力走神。于是，我们就在注意力走神、沉浸在白日梦这个方向当中跟进研究。我们在跟进过程当中发现一些情况：一般的普通人群体正常是走神、白日梦，并不会持续时间太久，因为很快注意力就会被各种信息吸引，比如有趣的新闻、自己的爱好或者游戏研究等等。但在这个群体当中，有一部分会逐渐喜欢沉浸白日梦幻想中，进而经常出现走神、注意力涣散等情况。一旦出现这种注意力不在此刻当下的时候，身体不知不觉就会被忽略，逐渐出现身心分离的状态。打个比方，在学生时期的课堂上，老师如果正在上课，他有时候会点名指出有的同学人在课堂中，神在天外游，这个就是走神，走到身心分离的一个状态，而且已经到被旁人看出来的地步。在长时间观察与各种群体接触中，这种情况非常普遍。同时，一旦开始出现这种状态，往往都会趋向于身心分离逐渐加深，也就是心理疾病出现，身体难受、疼痛，这些生理状态都会开始发生变化。但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，这种情况加深的概率并不是很高，往往是一段时间后，不知不觉的，人们就会被生活带着更换兴趣或者目标，重新调整了身心互动与配合，也就是说，自动遗忘的可能性更多。虽然我们发现注意力走神或沉浸白日梦会带来很多问题，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却并没有发现它会深度改变心理规律。我们继续观察，发现有一部分人会在经历生活的不顺，如压力、打击或变更生活环境等等中，表现出不适应的反应。这种不适应的情况会跟原来的注意力沉浸白日梦等习惯叠加，形成一种情绪的沉浸体验。如果我们开始关注的注意力沉浸是一种玩疯或者上瘾的状态，那么出现压力、打击、刺激后就会形成持续的情绪低落。此时，感知觉灵敏度一并被影响，并触发情绪迟钝等问题。这种压力打击有诸多方面，比如社会问题、家庭因素或人际关系之中不合群、被孤立等等。我们暂且将这些因素都归纳为周围环境影响，都有可能形成心脏反差感受。情绪一旦开始低落并持续，就容易触发这类记忆开始重复。这时，实验者会有2个比较突出的反应：生理上，大脑头顶前部前额叶部位感觉麻木，同时心脏反应持续纠缠，反复难受甚至疼痛。心理上，思维困难、情绪低落、反应与影响持久不散。原来呢是认为抑郁症的过程当中都是大脑神经反应的参与，但实际情况是大脑和心脏均有反应。于是心脏反应进入观察目标当中，心脏存在一种顺逆反应模式，
比如被迫更换居住环境，周围的生活环境发生变化，全是陌生人，就会产生心脏的不适，这种感觉就会表现为空虚、寂寞、无助等不适反应。我们的大脑感知觉的反应速度比心脏反应慢，环境的改变、习惯的改变、人际关系的改变，人在这种不适环境中持续的被影响，首先会在心脏出现不适、难受、逆反、厌恶等感受。这种感受是直接的、客观的，但我们在观察中却并没有发现它的影响是持续性的。于是我们把这几个点进行了连接，发现了一个线路图。我们来到第二个部分，抑郁症原理。这个线路结构就是心理规律加心脏顺逆反应等于被增幅的新习惯。大脑中出现各种想法、念头，如果不去在意，选择沉浸其中，就会逐渐走神、白日梦，迷失自己。如果这样的状态经常出现，注意力容易涣散的问题也就形成了。但这时并未形成严重的心理问题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如果碰到环境的触发，就会刺激出心脏反应。还没意识到这种刺激，就会直接先从心脏发出难受、厌烦、排斥的不适感觉。出现这种心脏顺逆反应会直接影响身体的躯体化症状，在沉浸其中的不良习惯中，刺激因素一旦加入，就激化了整个感受。在抑郁症的并发过程研究中，都会存在这种心脏反应刺激的导火索。注意，到这里仍然还未形成完全爆发，只是刚刚开始形成的阶段。我们在观察中发现，形成疼痛、难受、纠缠心理因素的情况下，对为什么如此这个原因却被当事人遗忘了，只有现在的症状继续折磨人。通过更多的接触发现，这种发病跟以往的认知不同。以往的认知是形成了病，这个病在持续的发挥作用，但现实中的心理问题并不是如此，日常中并没有任何持续的痕迹。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发现的一个被忽略的问题。记忆重复才是心理疾病的根源。这种记忆重复并不是记忆之初或发展过程中的刺激记忆，而是人对最后的整体感受进行记忆重复。所以一旦形成疼痛、难受、纠缠，记忆翻涌，直接再次重复，而最早的原因却直接被遗忘了。我们回溯和排查这个过程中，又发现了一些奇特的地方。心脏顺逆反应的触发并不是持续和长久的，它是一旦被触发就不会再持续，如同按门铃一样，按一次响一次。而这一次按门铃和下一次按门铃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，在这整个过程当中，让心理疾病持续发挥作用的是重复记忆。为什么幻想、白日梦沉浸其中都不会形成太大影响？因为很快就会遗忘，而心脏顺逆反应这个刺激的加入，记忆就会被深刻记录，重复记忆，产生烙印。这里我们岔开一下，除了抑郁症，还有焦虑症、强迫症等等，都存在记忆重复的问题。但如何让这些记忆不再重复，让心理问题康复呢？终于要揭示第三个部分了，抑郁症的治疗方案，从普通人群体的心理状态中一步一步发展变化。通过这个过程的揭示，我们就可以找到对应的方法。所以首先是萌芽期的警惕。从前期的注意力走神或沉浸白日梦是要禁止的行为，这是引发心理问题的不良习惯，预防和警惕就要从这里开始了。现在有很多宣扬思考的社会行为，但其实这个并不是健康的状态。真正需要宣传的方法是观察客观现象的能力，我们需要观察事实，直接去看，而不是让大脑处于局限的思维中，引发更多的问题。只有了对客观现象的观察，再进行事实基础上的思维，才不会无端端陷入白日梦幻想之中。第二个，心脏出现不适应的反应总是容易被忽略。如果是心脏出现不适应、难受、不愿意等排斥的情况，需要立刻警惕。如果是未成年人，需要告诉父母，父母要明白这个情况是在发出警报。成年人自己要清楚，这已经是警报声响起，需要及时化解，不要让这个情况继续增强和造成持续性的刺激。如果已经形成记忆重复、疼痛、难受反复出现，需要通过训练来淡化和快速遗忘。如何淡化是我们另外一个研究成果，会在这个频道继续和大家分享。
我们通过长期的跟进观察，寻找抑郁症的源头和过程，找到解决方法。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协助大家更加了解自己的心理真相，自己才是自己的心理专家，预防先于治疗。在你感受到有持续性的抑郁情绪或伴随持续的低迷状态的时候，需要引起警惕了，好吗？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是否曾经经历过持续性的抑郁情绪，或现在正在经历抑郁症的困扰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故事与看法。这一期就到这里，拜拜，讲完啦。